中共官方担心什么？他非常清楚，担心民变。那现在为什么提现呢？很简单，城市没有工作了，3亿农民工一般上下就1亿多先回去，就是有1亿多原来是在城市有工作的、有稳定性、有不错收入的，现在迫不得回到乡下了。那如果说他们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回乡下也养不了他的时候，那就变饥民了。所以那个民变就很可怕。那中共现在担心这个。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在最近大家很关注的部分是中国内部的一些社会乱象哦。我不确定我要说是持续扩大，还是变得更加严重哦，或者是有新的一些乱象产生，也许都有哦。就我觉得中国很严重的部分就来自于它社会的许多的一些乱象。似乎我觉得现在是越演越烈，而且这些问题甚至都会有在我们过去节目谈到说会不会造成有关是中国政权、中共政权对掌握中国的稳定的一些程度哦，尤其是最近看到这种像消失人口的部分，不仅是消失的这种案例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年龄也越来越小当然更重要的部分是还找不到。我记得这有人网络上调侃说，中国不是有天眼系统超厉害，可以人脸辨识，为什么对消失人口却无法来掌控？我想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索一下。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也会留言希望也可以来谈一下中国内部的一些社会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继续来帮我们解析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如果我们第一个谈到人口失踪的问题，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在谈。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就说这个国有器官的部分我还记得以前曾经在网络上，在台湾有一个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他说我们台湾虽小，但是五脏俱全。他调侃摸摸自己的器官，说我们的器官还在。大家笑一笑，大家知道就在调侃中国人是这个变成是中共的人矿。很多时候你的器官是国家所拥有，这是在我们过去节目上谈非常多。但我们现在看到很麻烦的部分是儿童、成年都开始有这种大量失踪的状况，这有点会让大家很匪夷所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不断持续在发生？那当然，另外一些也会看到一些我们谈到社会刚刚讲落差的部分，甚至在街头上乞讨的，在路边睡觉的，所以大家很好奇到底整个中国现在这些有人开玩笑说，这那么多人14亿人到底到哪里去了？对你说的其实是2个问题一个是失踪，一个是人口减少我们先分开谈一下。你刚刚在前面引言所谈到那些大陆社会现象呢，其实我们过去都有些都简单谈过。当然今天会从这个话题再重新提起呢，很简单，就是最近情况好像变得比较严重。现在是2025年11月下旬，我记得其实当然去年前年这个事情都陆陆续续发生，我们过去简单提过。不过今年好像从上半年开始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是私下就讲说我们是不是哪天来做一集，这样讲了一下也差不多过去半年多了。不过最近这几个月好像情况特别严重，大概我这一段时间比较注意到，或者说注意到比较震惊的是，应该是9月份。我记得9月份呢，就江西就有这个人，有博主呢，就抛出消息说，他粗略统计下，光是江西呢，就9月份，他那时候是9月下旬到9月底左右，他说就这样大半个月呢，就是不到1个月时间呢。江西好像说，据他不完全统计呢，就是失踪就是1900人以上。只是一个地方江西一个地方而且它是部分呢，但是他注意到就是好像青少年多，这个当时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他还不明白。不过当时我觉得比较震惊，因为过去陆陆续续几年来我们的小有失踪人口，我们过去不是谈过铁链女吗？铁链女就是很典型的失踪人口嘛。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说，这个问题比较大。大概11月份呢，好像情况又变得比较严重，这2个月变得比较严重。我们就随便看看，各位上网随便都看得到。譬如说吧，11月12号，在这个抖音1号呢，叫做老村长什么华哥可怜站什么一个博主呢，他就发消息来说，
光是11月的前11天，就1号到11号，他能够找到失踪的那些部分啊，他说叫部分失踪人员名单，他说大概就多到10个人，然后小孩也有，成年人有，最小呢是8岁，然后这个比较严重的是5号跟8号2天，11月5号、8号2天呢各失踪10人。你说啊，中国人这么多，失踪这样的也不奇怪，不是哦？你在别的国家都不太容易听到这种消息。就像你刚刚说的，中国大陆有天眼系统，那时候英国不是个记者在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省份测试吗？7分钟就找到他了。那你说为什么这人失踪你找不到？这很奇怪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随便看看，22现在是月底了，22号之后，抖音那个叫做红尘驻寻的一个博主呢，就说11月大概11号到19号，就是刚好接到后面10天的时间，他说多少呢？9天79人失踪，就他能够收到的资料79人失踪，最小的2岁。那还有母女同时失踪的啊，安徽在淮西呢有母女失踪了，河北安阳呢有母女也失踪了，然后四川凉山有3个小朋友呢一口气就失踪了，所以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你说过去呢？因为我们大陆也经常听到大陆有那种什么拐卖小孩，因为有人生不出小孩嘛，就希望说买小孩。那怎么买小孩呢？这拐卖小孩他跟医院勾结，他等于是跟医院讲好啊，医院说我在缺什么样的人，你帮我找找看，或者说我这边手上有什么货，然后你这边有没有要的，这样相互勾结。那居然就可以送到医院，医院更不可以帮他开出生证明、健康检查，然后打各种预防针、疫苗什么，全套都弄好。所以那些，然后就送到，然后他就到了什么领养机构。那个挂名叫领养机构，可能本身根本就是拐卖小孩的地方。那这样一勾结呢，哎，那就把小孩就领养过去了。然后领养的那家庭通常是付一笔钱，那钱呢就是那机构跟那医院就分了。这种事情过去官方都抓过好多起了，不是一起了，所以这些事情就很怪。那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些青少年跟成年人特别多，譬如说就说11月了，11月11号这个宁夏的银川呢，西夏区那地方有一个开火锅店的一个家庭呢，16岁女人呢就失踪了，然后也没有带身份证，也没有留纸条什么等等啊，然后。天津的一个北区的一个天津北城区的一个22岁的小伙子，在这个工作场所呢也失踪了。然后17号呢，在陕西渭南呢有14岁的女孩呢也失踪了。然后现在我们在网上各位看一看呢，可以看到那个我最近才看到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妈妈在这边工作。2个小孩就门口玩，那前面他因为乡下嘛，所以门前面那个有一大片空地，有点像赛谷场那样，但又没有那么大，略小一点的地方。在那弄你就看到那个他家里的有监控摄影，你就看到那白色面包车那些停在前面，停了阵子没动，车没动。妈妈呢原来是背对的这个外头呢在工作，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转向了，哎，看到面包车之后。看了几秒钟觉得不对劲，马上跑过去把小孩抱进来，然后另外比较大点小孩呢，就骑着脚踏车呢，那小脚踏车呢就倒退回来，然后那白面包车呢就开走了。那当然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所以有人就讲了，他说现在有很奇怪的面包车呢，街上到处转，然后传出说有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被拉进去了，而且我们在视频上也看过。当然，现在很难说真假，那官方一定说是假的。可是现在，如果说失踪人口这么多的话，你就不能说这些一定是假的了，对不对啊？那很多网友就已经在网络上就发出警告了。他现在不只是孩子，成年人失踪很多啊，还有人警告说晚上9点以后或7点以后，你不要随便出去啊。然后那地方如果人烟稀少了，灯光不明亮了，你千万不要去啊，什么等等。所以这些事情呢，就闹到大家都说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就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觉得这情况，如果说我们刚刚随便讲讲那什么湖北、四川、什么安徽，到处都有的话，比如说它不是单一个案，也不是很稀少的个案。如果各地方啊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都发生类似事件的话，这个事情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其实每次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如果反对者，就是说呢，台湾也有失踪人口，美国也有失踪人口，欧洲很多国家都有。但我们还是在谈到一个威权国家的失踪人口，我们觉得跟民主国家的样态，你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的问题就在说，国家会不会就是一个体制的绑架者，或者纵容这些事情来做发生哦？以前我想，我们过去还会有一种状况是说，被遇到扒手了，东西被扒走，所以警察局通知说你的身份证掉在哪边，因为这个扒手只拿贵重的东西，把你其他东西丢在一个垃圾桶或在哪边被找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在过往或者是也有一些案例是说被发现了大量的这个身份证相关的在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文件大家就是会很好奇这些身份证明的相关的这些证件为什么会被集中，甚至有被烧毁。不然我刚刚讲扒手通常就是拿到要的东西丢掉就好，干嘛还要刻意加工来做这些销毁的一些动作？所以老师怎么看到好像这种在中国会有这种被销毁的身份证明文件的一些状况？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最早看到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现在好像越来越多，而且我后来回头去查我过去留下的记录呢，就发现现在是2025年，我们最早大概2021年左右就听到类似的消息。最早是好像广西也有湖北也有，怎么发现钓鱼？2个地方不同人在钓鱼，就钓到塑胶袋，但大陆叫塑料袋，钓到他们打开一看，原来以为是大鱼了，就发现拉了很沉重，很高兴，但是没有挣扎。一拉开看一个塑料袋，打开看呢一大堆这个身份证件，然后交给警方，最后就没有下文了。这是几年前的消息。最近几年呢，有人去倒垃圾，就在这个垃圾堆旁边呢，看到这个有焚毁的一些东西或半焚毁的东西，把那个火扑灭之后，一看呢是各种证件，除了身份证之外呢，有医保卡，有银行卡然后有户口本，还有这个驾驶证，我们叫驾照。有这4、5类呢，就证明身份跟这个金钱账户有关的这些证件，这个真是非比寻常的事情。那更奇怪什么？交到派出所之后呢，最后就没有下文了。就像你说的，中国大陆有天眼系统这个东西你随便查就查了，然后在民主国家这个就叫吃案，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就叫吃案。那相关的人就会去告警察，然后那警察可能就被告了，然后呢，就找个议员的话，那这个人就要上新闻的了，然后最后可能是派出所这个警察局长可能被调职了、记过了，甚至会开除了什么的，那事情就闹得很大了。所以你现在看到这几年下来，陆续发生多起，但是没有看到官方有任何消息或解释，这才是不同的地方。所以不是说你刚刚说的对。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通常会有下文，对不对？不会到没有下文的地步。那没有下文的地步就是你要么就吃案，要么就勾结了，那就更严重了。吃案就说你警察局觉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办了。那勾结就是那我根本晓得你在干什么。那其实那个也还有一个事情呢，跟那有点相关的。在湖北神农架附近呢，发现有残障，不叫残障村，它叫什么呢？它有点像是那种工作坊做一些这种很简单的手工的东西。就后来有人就发现之后呢，就有这些青年男女呢，他们有正义感嘛，就跑去然后就拍，他们就出来被人追赶要追打，他们就逃走了。逃走就把那些影片呢就 po 上网，各个上网可以找得到了。在湖北神农架附近有几个村落里面呢有这种情况，有工作坊，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大堆残疾人士在那边工作，都是残疾人士。那后来有人逃出来，当然有人被控制逃不出来，那有人逃出来就后来就被采访到，他说有些呢是天生残疾，然后最后被人家拐到那边去呢，就去做工了，比如做什么手工珠花了，做小工艺品很简单的东西，没有什么工钱，然后就给你管饭吃。那个人原来就讨饭嘛，那他现在有饭吃也就算了。有些不是有些是抓去的打断手脚在那边工作的，那个就很严重了。但重点在哪里呢？报警之后，警察知道，警察没有查，重点在这里。后来消息爆出来，
那现在呢又不了了之了，所以很奇怪的。当然，你刚刚讲说国有器官呢，这个大家就马上就想到9月3号，习近平不是阅兵吗？不是跟这个普京跟金正恩去阅兵吗？然后走下来的时候呢，央视不小心把他们的对话呢拍了之后呢放出来，全球都听到了。普京说什么不断更换器官可以年轻啦，什么等等可以长生不老啦。然后习近平说现在人可以活到150岁了，那70岁还是这个小婴孩，怎么等等，还是这个。那大家立刻就联想到了，那这么多人消失了什么等等，然后最近传说什么回春雪，对不对？你也听说了，所以有什么艺人啊说突然间年轻了10岁8岁，怎么可能呢？那听说就是抽年轻人甚至抽婴儿的骨髓呢，去帮他打了，制成什么针剂，帮他打了之后，然后就回春了。这个第一呢，如果科技这么发达呢，当然你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你如果正常情况呢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重症病人或者离世病人他捐器官，那这个当然没有话说。但如果说你把人当作像你说当人当作矿来采的话，那这就已经是没有人的底线了。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可怕。那这个地方牵涉到另外就是人口减少这个题目，我们将来有空再谈呢。我觉得大陆现在有个明显现象，因为有很多朋友也陆续传消息过来。你说小地方不明显就算了，北上广深呢，很多大城市、一线城市呢，人口减少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大家都问说人到哪儿去了？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呢，那走到街上冷冷清清的，都回到乡下。乡下大家觉得说人也少了，所以这才是奇怪。这题目将来我们有机会再谈吧。是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其实老师刚刚提到了，就有人当然提到说，是不是什么学艺啊，或者相关的这个配对成功，一个政府让人民无法信任，这些问题就会产出一些大家所担忧的事情了。其实本来我想我们去做健康检查、做预防治疗，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跟状况，提早对症下药是一个好事啊。这时候当你就会担心说，那我现在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去做所有的检查，是不是最终会被输入到国家的档案库？这些档案库会不会促成未来非法的配对或导致人口的这些消失？其实对大家来讲都会茶余饭后在谈论这些问题所以这值得来关注。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想这个很快大概在我们谈到如果是以不管是新历年或者是当然华人主要是农历年的部分也很快，大概还有2-3个月就要过农历年。中国内部现在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们开始对于所谓的地表最大的运输这个春运开始在做一些管制那我们看起来很怪，是说刚刚提到，如果春运的部分是为了要维护运输的顺畅但不是。听说它的政策里面，其中也包含说，希望能来做管制希望这些在都市的农民工可能不往他的故乡去，或者回到故乡里面不要做滞留。回到我自己的家乡，你还管我滞不滞留？因为我们知道，基本上尤其这段期间的失业潮这么严重，返回故乡，这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总还是至少没赚点钱，还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个到底中共在担心什么？老师怎么看待呢？你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我们过去不是讲过春运吗？对，春运通常什么时候呢？通常在这个过旧历年、过农历年呢前，差不多最快最早差不多1个月，然后最慢差不多2个礼拜到1个礼拜，过去都是这样。那说是就是你刚刚说的地表最大的人口移动，那这个很壮观了。然后火车挤满了，然后这个客运也挤满了，然后那个高铁什么也都挤满了，所以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常讲的，我们说一个国家真的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呢，就出现人口的移动。为什么？因为人口会向有工作的地方移动。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春运，别的国家没有呢？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呢？因为允许人口自由移动跟迁徙。人口允许自由移动跟迁徙，结果就是从这个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都市会越长越大，对吧？大家看北京就知道，原来1环、2环、3环，那现在到4环、5环、6环，4环、5环、6环怎么来的呢？外来人口来到北京了，外来人口来到上海了，来到广州，来到深圳了，北上广深来到这地方，为什么呢？这地方工商业发达，找工作容易，所以外来人口就移来了。
外来人口刚刚来的时候，通常是比较贫困的，然后经济条件比较不好的，所以就要住在城市外围。这个在各国都出现过。那么在英国呢，大概18世纪后半叶已经开始了，大概在1780年到1790年，就这么早啊，1780、90年，那都市开始慢慢膨胀。到了19世纪1840年代左右，马克思开始写《资本论》跟《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那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他就在这些文章里面就很详细描述过贫民窟的情况，所以就已经看见就是都市开始膨胀。我再说一次，这就是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具体表现。因为只要政府不限制人的居住跟流动跟迁徙的话，那人口自然就像经济活动繁荣的地方集中。所以都市会膨胀，然后呢会出现这个郊区扩大，然后最早出现什么贫民窟嘛，或贫民区嘛，就这个现象。好，所以现在讲回春运了。那为什么有春运呢？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春运呢？因为中国大陆限制了这个乡村人口呢移居这个都市，也就是城乡二元化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很严格的政府错误政策导致结果，所以出现春运。那如果说你不限制人口移居的话，你会看见北上广深这些大都市呢，慢慢就膨胀了，就变大了。只是这样，就春运的情况就减少很多，不是没有春运但会减少。台湾过去也有过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不是大家也都坐高铁南来北往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正常啊。好，那现在你刚刚讲的是春运的时间为什么提前了？这才是重点。过去今年呢是2月15号过年，15还是16号过年忘了，反正就是月中的时候，2月中的时候，所以理论上春运最早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呢？1月中，再来1月下旬，甚至2月的第一个礼拜尾，就是2月差不多7、8号左右，那时候开始春运。大家说哦，我供到最后了，然后剩下那几天就放假了，然后这个老板或什么工头算钱给我，我高高兴兴带了钱买点东西就回家了，到乡下过年，过完年之后再回来找工作。对不对？这个就是正常情况。那现在为什么提现呢？很简单，城市没有工作了。这就我们几年来讲的。为什么城市会没有工作呢？很简单，4大错误。4大错误，我们过去陆续讲过。第一，你在2017年开始，2018年开始跟美国打贸易战，不是不可以还手，你不还那么重的话，美国也不会那么重。你非要说啊，我就是这个很强势，我跟你美国硬打什么等等，哦，看起来很漂亮，结果呢，美国下手重。对这个东西啊，美国当然自己也自受损伤，杀人1万自损3000，但最后结果就是我们说中国大陆经济会打得比较惨，因为中国大陆经济比较脆弱，它没有条件打贸易战。你说啊，我不让步，我很有骨气，那最后就是老百姓呢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第一轮贸易战2018、19呢，我们当时就讲，中国大陆经济呢会慢慢下滑。好，那这是犯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呢，硬收香港。当时我们讲，第一，香港人会逃出去；第二，香港原来会支撑大陆经济的，现在变成说，当香港经济实力大幅衰退的时候，中央要用财政去补贴它，所以香港对大陆经济贡献会下滑，使得大陆经济会下滑，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清零风控。那么严重清零风控，我们说看见中小企业呢大幅这个消失，然后大幅这个断头逃出去，那最后呢一定产生失业潮，那还不过瘾，还要搞个国进民退。那你这样搞下之后呢，现在看见我们就说经济一定萎缩，所以现在各位看大陆经济数据呢，大家说哎呀大陆经济多少，那都是骗人的。它哪天一爆出来的时候，你就晓得，因为这个压力锅嘛，你压的时候你看不到，等它一爆的时候呢，就爆得满屋子、满天花板都是。所以通货紧缩到一定程度，到最后你要看到它爆掉。而这些事情出现呢，最后呢，第一，失业率增加，失业增加到一定程度，社会犯罪一定增加，这是跑不掉的。社会犯罪到一定程度，就要出现大规模的民变。所以你刚刚前面问说，中共官方担心什么？他非常清楚，担心民变，因为现在我们初步统计啊，当然没有全部回去了。当然，我觉得国际上有些媒体讲的夸张了一点，3亿农民工都回到乡下了，没有了，大概一半上下，3亿农民工一半上下就1亿多先回去，
就是有1亿多原来是在城市有工作的、有稳定性、有不错收入的，现在迫不得已回到乡下了。那天才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说这波回到乡下之后呢，50、60岁人大概就不会再出来了，因为他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再会出来就30、40岁的人，甚至再年轻一点点的。那如果说他们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回乡下也养不了他的时候，那就变饥民了。所以那个民变成很可怕。那中共现在担心这个，当然他还担心一个最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我怎么发布城乡这个就业跟失业的这个数字这个是马上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立刻我们就看到，大概明年年初大概1、2月、2、3月就看到他们造假数字就会出现。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谈。是这个问题事实上非常的严重。我们知道这个人口的迁移会联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房地产因为没人住的地方一定很便宜有人住的地方就很高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都市一旦大家不去住的时候，它过去是单价最高的。大家当然一定民众会觉得我想要这个认赔杀出但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中国的制度还真厉害，他还不许你认赔杀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城市跟地方刚延续，就是说回到这个就从都市回到地方去，但会发现一件好像是都市留不住人，但是乡村也不一定养得起人。这些问题我想交办起来，就像老师说的，老实讲，犯罪看来就是必然的。显然，想象中国社会的乱象，讲乱象还是简单一点，那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崩解所以怎么办？这种听起来就是我们很担心结构性的这些危机，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就是逐步或者现在已经发生在中国呢？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我先回应你刚刚前面讲说的房价那个问题因为这几年呢，陆续有一些朋友就找我谈事情谈话等等，有不少是台商，有比较大台商，有比较小的台商，有比较年长一点，有比较年轻的。我记得大概几年前呢，有一批相对比较年轻的台商呢，就找我谈的事情，他们都已经是差不多40来岁，在大陆已经工作大概少则5、6年，多则也超过10年了，就40岁已经超过10年的。而且他们都还算有点成就的，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协会嘛，有点成就的。也就是你有一定的身家，有一定的这个条件，我们才让你参加。好，那我就去跟他们谈一下。他们就很高兴，我想我在这个深圳这个自产买了2栋房子，我在上海浦东买了1栋房子，我在哪边青岛哪边买了房子什么等等，都过得很好用大陆话来说，过得很滋润他很高兴。当时我就说，可是我看现在大陆的局势，我觉得往后不好他们觉得都很好，我说不是，你要看到比较深层的部分。我现在就不细讲了，我就把我看到的就讲给他们听。他们有人颇不以为然那一批大概他们10几20个很年轻了，有批人颇不以为然说我们看到都很好对不对？那有些人就比较相信我的话。好，那反正后来我们就散掉了。过了几年之后呢，这批又找我，当然有些人已经反正这个物是人非了，那有人就退出了，没有参加。那有些人就留在里面，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听你话之后，后来回去看看呢，就觉得你说的大体都对后来慢慢都发生了。”我说：“那这话已经是差不多可能5、6年前的事情了，也就是他们找我最早，他快8、9年了嘛。好，那5、6年前他们说有个人就讲，我听你话之后呢，我4栋房子卖了3栋。我说那都赚到钱，他当然赚到钱。我说那你还留了1栋？他对，我留了最好的这栋在深圳，那栋我舍不得卖我说那你再看一看吧。后来我还加了一句，我说看到合理价钱你就卖了，不要想那么多。我说这个有的时候人2条腿，钱4条腿，你不一定追得上嘛。那有多少赚多少好，就会。前2年呢碰到我，他说我说房子怎么样？他没卖。他说我房子没卖，但账面上呢把那3栋赚钱已经赔掉了。是他那前3栋赚的钱，第4栋还没卖，但账面上已经赔掉了。所以这情况非常惨。那最近朋友都跟我讲说，他的房子腰斩，都已经斩到不像样了。大概后来官方发布消息嘛，大概上个月就10月份，官方发布消息，
大概中国大陆70个城市房价基本下跌。那我们等一下再说。所以后来就有人在网络上说啊，我现在越来越佩服马云了。他说几年前呢，那马云就说房子价是白菜价，当时谁相信呢？对不对？马云说白菜价，差不多就我们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我们说的前后，大家都不相信，那房子怎么可能白菜价呢？当时我们就讲过，为什么大陆投资工具比较不多，对不对？你说股票、债券什么的，外币的这当然有，黄金当然有，但是一般来说比较进步的国家，然后金融活动比较现代化，然后国家法治化比较进步，保障比较好的国家呢，那老百姓投资工具比较多。当然有些骗人的，那不用说了，但是正经的正规的还是比较多。大陆比较少，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跑去买房子。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就讲，我说不太保险。我说与其是买房子，你还不如买黄金。他们说，哎呀，黄金都不涨价。我说不涨价归不涨价，但它比较保值。它一旦涨起来的时候呢，就可能还不错。至少我说那个这东西，谁看了都会喜欢的。那黄金你说叠穿价那个不容易的啦，但是房子可能会，他们不相信。好了，现在还说你现在看看房子和白菜价，现在白菜价了。现在不但说啊，一般老百姓，你刚刚就你说的，你说我认赔杀出，很多地方不许你认赔杀出，根本不许你卖，或者说你这卖了之后，你价钱不能低于什么？现在更惨什么？原来房子不，原来这些人买房子什么，他不是这个在银行贷款吗？付出贷款时，银行就把那个房子没收了吗？啊，那银行手上就堆一堆房子。现在更可怕的是，银行把抓在手上的房子推出来卖。而且价钱呢比市价低大概20%到25%。那你说我比市价低这么多，那当然打垮市价嘛。所以现在搞得非常惨。大陆我们都知道，经常讲房地产，经常讲说金9银10嘛，就是金色的9月，银色的10月，就这2个月份最好。现在金9银10全部下跌。刚不是说了吗？全中国70%的城市房子都下跌。而且二手房价呢也跌得很惨，所以现在直接结果就是断供，也就是我不付房贷了，那房子我也卖不掉，然后这个银行呢也没有收，那我现在就不付房贷，我看你怎么办。现在全国大概几十万的家庭呢，甚至可能100万家庭呢开始断供。断供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简单说一下，有人就说了，他说我这辈子最后悔一个女的一个年轻的妈妈了，她说我最后悔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呢，那前后买了栋房子，哇，好不容易攒了点钱，然后首付多少这30-40万，然后买一栋这个买了100多万的房子，那算不错了，100多万房子，那他没有说地方了，买得不错了。现在呢，我同一个小区的，同一个房型的，打到5折挂牌几个月。没人来问，他说我就知道这个价钱的话，我已经赔钱了啦，还不知道卖不卖得掉，就知道这个价钱我已经赔钱了。他说我现在回头算一算，我人生犯的最大错误就在这个时候买了房子，我奋斗了6年，现在账面上赔65万，他房子没卖嘛，赔65万。我们可以再往下推演，断供的下一步就银行会出问题，银行的流动性会出问题。银行的流动性普遍出现问题的时候，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这个事情过去在别的国家都看过，别的国家那些财政体系还是比较健全的，国家跟这个地方的政府那个债务比呢不是那么高的。我再提醒大家一次，中国大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那些债务的比例比别的国家高很多，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这事情不要爆发，但一爆发起来呢，那是非常可怕的。不要说大陆，我看全世界都受到很大影响。然后现在台湾很多人呢还说要去买房子。最近我们不是看到新闻了吗？台湾有人在手上接到消息说要说推销买房子，买哪里？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说叫什么？澳门旁边。哎，你看房型也不错啊，条件都很好啊，装潢什么全都好啦，水电设施、交通什么都很棒啊。澳门旁边那好啊，跑去一看，在广东，在广东，他要坐1小时车呢才到广州看到房子，房子很好，问题是你敢不敢买啊？所以现在到这种地步，我再说一次，
我们希望最坏情况不要发生，但是我们现在看了，这危机的确在向下走。所以刚才结合了这几样问题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段时间看到中国大陆社会里面比较让我们担心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了，我们这样再说。对，事实上这些问题当然会造成中共在中国内部的自爆哦。为什么？因为内部的问题哦，显然是民众感受最深的。这时候你还想要去针对什么？要去对台湾、对世界上要展现什么外交的强势跟强权战狼的性格？我想人民应该慢慢的就会觉得那是骗人的，他们觉得还是回到自己在生活上的丰衣足食、安稳，那个最实在，那是最实在的部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又联动到为什么每次谈到2027年这一个概念，或者是之后的一个关键点。除了我们过去所分析到习近平的下一任，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是从今天的报道，你必须要真的居安思危。中国内部当发生更大的这些风暴的时候，其中一个可能当然就是转移焦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又在要树高民族主义。我想这个事情呢，从这一集的节目，应该真的是提醒大家，在中国现在内部的结构上的产生的一些变化跟问题，它当然会对外联动。必得要展现这些底气哦。大家可以想象，现在这个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国到底在做哪些的事情哦，值得我们来关注。喜欢我们这期节目，也欢迎帮我们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那如果您还没有订阅，也恳请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当然记得开启小铃铛。我们希望对中国的议题，透过明老师，透过我们节目的这些推送，可以让大家对中国的议题有更进一步、更准确的一些了解哦。再次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对啊，老师刚刚我提到这个，你刚刚列了一串，我都写下来了。老师，我都写下来，因为这样将来我们还有很多题目可以谈了。是啊，老师其实刚刚提到高市的问题，因为你老师之前提也引起我们观众朋友很大的回响，就觉得老师这个点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就像今天这样在谈论，显然中共照理应该借这时候应该要想办法，日本美国来帮助他。这个为什么？但当然，我们很遗憾的是，台湾还是有协力者，不管是脑袋不清楚或什么原因，这到底对啊，这个很难想象的。不过将来，因为我们陆续谈过这些题目了，将来我想还是很多机会来谈。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一些原来没有想清楚的朋友呢，能够帮他们想清楚，然后一些没有完全醒透朋友呢，把他们叫醒过来。对，其实这些题目在谈高市早苗的相关的，明老师谈得非常透彻，你也可以去找我们其他的一些影片，是真的把它分享出去哦。再次谢谢老师，哪里？谢谢。